哎，你知道以前我老公每次来中国最接受不了的咱们的文化习俗是啥吗？就是按摩。主要问题出在哪儿呢？首先是这个手法，上来直接给怼哭了。但是真正的问题是啥呢？还不是这皮肉之灾，主要是他被人家按摩师埋汰他虚。这个事儿我老公当时疯了。你可能也有所了解哈，就是这个按摩这个事儿在国外呢，基本上就是放放松，点点蜡 ，SPA 小 SPA， 放点歌，滚点球，抹油再抹油嘛。就是能起到一个放松的作用，但咱中国这个推拿按摩呢，下手更狠，一定要解决问题。大脖梗、腰间盘怼完2级小伤残，胯骨轴、后脊梁摁得噼里啪啦响，是不是基本就是这么个对比？但咱们喜欢咱的推拿按摩，虽然疼，但是它起到一定作用，对吧？有一次我老公在铁岭，我就说我领他去按摩去，完了给乐坏了，那喜欢，他以为就是去 SPA 小 SPA 嘛。然后我们去的是一家盲人推拿按摩店嘛。一进屋，2个身材非常魁梧，就是肱二头肌非常夯实的男按摩师就进来了嘛，拎着2个电子表进来的。这时候我老公就感觉到他跟他想象的那个氛围有那么一点差池。这时候这俩人一摁那电子表，哎妈，这电子表声老大了，4号钟70分钟计时开始，第一，哎妈，给俩吓一激灵。反正就从这个70分钟第一，我老公这个 SPA 梦就彻底破灭了。完，这俩按摩师就下手了嘛。我这个还行，他那个挺好强这么一个人吧。我就听我老公嗷家一声惨叫，就7尺男儿身，一把辛酸泪。说好的 SPA 换整骨，灵魂摁稀碎。关键这个最扎心的问题还不在这儿。这按摩师给他摁腰的时候，本来摁就狠，摁的一脸眼泪。完摁完之后呢，还整一个哥们儿，你这腰也不咋地呀，挺虚呀。我老公就嗅到一丝不对，就问我，他说我啥？我一寻思这个虚怎么翻译呢？那就只能是 weak 呗。我老公这一听，噌家坐起来了，急眼了。关键是呢，这里有个问题，就是他不汉语不好吗？他不知道这个4号钟是编号，他以为这个按摩师姓4，叫浩中，全名4号中。完就问我嘛，就是这个人到底是谁？就上来先往死摁我，摁死我之后还说我 weak， 这个4号钟是不是你前男友？我说我要是浩中这样的前男友，我还找你呀？你还不吃力，你还 weak。我说但是你先别生气，在我们的文化中呢，这个 weak 它不是一个很死状的攻击。我老公当时呢还是很气愤的，我 weak 不 weak 的，他是哪知道的？摁我2下就说我 weak 也是他摁 weak 的。但人家按摩师就是非常不紧不慢的就问了他几个问题：你晚上起夜上不上厕所啊？你没事会不会冒虚汗呢？你有没有觉得睡觉睡不醒啊？是不是有的时候觉得看啥都不好吃，提不起食欲啊？我老公说就是除了这个食欲不用特意往起提，得往下压，剩下都有啊。完了按摩师说那不就是虚吗？我老公说你说的这些事儿涉及到就是耳鼻喉肝胆脾肛肠消化道，就啥都涉及了。你是哪个诊室的？你是虚诊。然后这个按摩师就非常云淡风轻的给他解释了一下这个，就是咱俩呀不在一个体系上。我们讲究的说这些东西它都是内通的，一虚则百虚，往事如白驹，一错则百错，难说谁之过。你呀就别焦躁，别巴巴了，回去慢慢去调吧。我老公刚开始不服嘛，就觉得这受到人身攻击了。结果摁完之后回家呢，就觉得整个人都好了，舒服。完他再回想这个按摩师关于虚的这一套理论啊，他就觉得特别的玄幻。你知道本来外国人对于东方人有时候他就觉得东方人说点啥都带着一股就是神秘的门派气息，所以他自己就开始搁那瞎想象，就觉得哎呀，这个4号钟可能实际上是带派的，就是法号济空之类的。完我昨天跟他视频嘛，就我老公他爸这加拿大老头说这个手腕子脚腕子最近不舒服，总觉得有点疼，是不是关节出了问题？完我老公整那个损样，跟人家像个大明白似的。哎呀，我跟你说，一虚则百虚，往事如白驹。你可能不太了解这个概念，但是它很神奇。脚气味不味，闷头除不除，信不信，服不服 ，weakness 有或无，你就品吧，博大精深。我说不明白，将来你来铁岭，我给你介绍个人，叫4号钟，70分钟低，他能给你讲明白。今天咱们就来讲一讲苏格兰男人和他的小格裙儿。这是一个有故事的男人的味道，也是一个有味道男人的故事。总之是一段妖艳的红尘在坊间传至。你知道苏格兰小裙是咋穿的吗？我以前只是听传说，从未被认证。那天我被认证了，苏格兰小裙的穿法确实是真空穿法，就是里边啥也没有。就话说我不是北上苏格兰，在格拉斯哥参加吃鸡大赛的过程中邂逅了一群彪形大汉嘛，就因为我这个蜀身虎胆被这群好汉带上梁山，就地安排喝了一顿嘛。这其中不是有一个人告我说的，明天你那个参加婚礼，大伙都喝高兴了以后，离穿小裙就远点嘛。这个人呢，这姓 Sex， 就是咱们就管他叫老赛。
这苏格兰这小裙子虽然看起来很骚气哈，但实际上它的这个材质特别厚实，特别板正，然后做工很精致，对这个材料的要求也非常高，所以它成本比较高。很多年轻人哈，我知道的很多年轻人去参加那个重要场合的时候，他这个小裙都是租的。10年前老赛办婚礼呢，就他这小裙就租的，他的未婚妻也是租的，不是他未婚妻的婚纱也是租的。然后婚礼的头一天，这不单身派对嘛，老赛就领着他这帮狐朋狗友们，这帮傻狍就去吃印度餐去了。为啥我说他傻狍呢？我在重要场合之前从来不吃印度餐。印度餐火焰山，肠中往事一锅端。然后第二天婚礼嘛，婚礼的第一场呢是在教堂这个非常正式、非常圣洁的这个环节。这环节结束了以后呢，一般都赶第二场，到第二场就开吃开喝，然后就开敬酒，然后就开跳舞。这场就比较欢实的这一场。然后到了第二场以后呢，大伙就开喝嘛。然后这个环节吧，就往往安排这个新郎和新娘跳结婚之后的第一支舞。就这第一支舞往往就是最浪漫的一支舞嘛。我的朋友第二天也跳了，但是他俩这第一支舞让我给毁了。完事说回来啊，完事他俩这个老赛呀，就和他媳妇就要跳这第一支舞，他俩跳的就特别不和谐，你踩我，我踩你的，就跳不好。然后他朋友不知道为啥突然间就起个哄说：“你拉倒吧，老赛，要不然让你媳妇抱你跳吧。”我跟你说，喝到量的人，他身上最大的危险属性是啥呢？就是他不一定突然之间觉得什么事儿有意思。这老赛就是当时到量了嘛，就突然间觉得这个倡议太有意思了。啪嚓一下就过去，抱着媳妇大脖，一下给搂住了，然后跳媳妇身上了，给媳妇压坐地下了。他呢，就是之前喝的这啤酒一刮，完再加上他跳他媳妇身上，他媳妇砸地上的这一蹲，再加上大伙一群人这一大笑，这个刚结婚2个小时的一婚单就发生了第一次放纵，就肠中往事一波端。之后都发生了啥呢？就具体情景你就可以自己脑补了。那他还跟我装人，没跟我提一个事儿，他朋友给我爆料的，就因为他这个苏格兰小裙的特殊穿法，就真空穿法嘛，就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嘛，对不？他第二天居然抖了，扑了，这裙子居然退回去了，他不租的吗？押金都拿回来了。他媳妇这婚纱那就完了，事儿在这个小镇的知名度呢达到什么程度呢？就他媳妇这婚纱退不回去了吧？而且他媳妇留住了，就花钱买了，没办法，花钱买了，把这婚纱留住了，之后往出免费租，都没人碰，都没人问。而且我听完这故事以后哈，第二天我参加婚礼，我看着穿小裙的，我都保持社交距离。就算穿裙子这个人啥也不干，你知道这裙子的上家是个什么冤孽呀？哥多说一句什么呢？我姓赛嘛，就他后来都管我叫赛喷泉。但是我说啥呢？我无所谓，就你嫂子也好啊，你哥也好，就包括你，还有这个加拿大友人，就是这个。叫啥妹夫，就包括你俩都算在内。就是哥要说啥呢，就不用后悔，想开了有啥呀？不后悔，我没离吗？不后悔，人间不值得。